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 A2 紫药 HMO 奶粉赞助播出。大容量随心开，想去哪儿嗨就去哪儿嗨，感谢大空间的极狐汽车 T1 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的第4赛段临门一嘴赛下半场。完全没想到，因为他完全不按照套路出牌，这叫什么脱口秀？就他的风格明确到你要么非常喜欢，要么你就 get 不到，你就觉得这是在干嘛。如意老师最下流人的，我们来看一下观众给出来的票数差是。黑幕！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快了不止一点点的下一代购物方式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各位，欢迎大家回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第4赛段，比赛继续。马上就是下一个4人小组。这位朋友虽然是新人，但是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自东北小镇，也不是第一次来上海，但是每次来上海，似乎这个大城市都给这位中专生带来震撼。掌声欢迎小齐。嗨，各位好，我是小齐。我还没习惯你们的热情啊！我来上海真的挺颠覆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时尚的一个人。谢谢，我知道了。因为我中专毕业就在理发店开始打工，你知道当时太潮了，头发青一块紫一块，大家给我外号叫做小大张伟。青一块紫一块啊！回来。当我来到上海，我看到那真正的时尚宠儿，我看到他们我会自卑呢，我会紧张。那天我碰到一个哥特美女，问我说你有没有火？当时我特别紧张，我说我给你买一个去。但现在知道怎么回答了，对吧？再问你说你有没有火？我说等节目播了的。播了还是没火。啊，谢谢。哦，你们真有情商。很多人说上海排外，我觉得没有，这不到处都是外国字吗？外国人来了走不丢，我一个中专阅读障碍总走丢。你们都想象不到我为什么找不到一个地儿，就是因为那个牌子呀，跟我朋友发的那个英文店名对不上，牌子是大写，手机是小写，我就找了3圈，我给我自己蠢笑了，我感觉上海排中专。真的，我觉得我们不是蠢，我们就是性格纯良。但我不是真正的纯良，真正的纯良是国民白酒。国民白酒老村长，真正纯良酒，好喝不上头，不排外，更不排中专，让生活更开心。但是上海的生活其实也有一段不开心，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女孩。
一些感情生活。没想到中专还有感情生活吧？我挺自卑的，因为他特别时尚，我俩有一些文化的差异。我俩已经一起手拉手逛黄浦江，他靠着肩膀看《再见爱人》。当时我觉得我恋爱了，但他说我们在 date。我听到这个词一点也不伤心，因为我没听懂这个单词。我们中专也叫纯中文专科。而且我还是个东北人，东北没有这些概念，你知道吗？东北只有说什么处不处。date 是哪个阶段？我妈总问我，都没法跟她解释，你知道吗？我妈中专都没上过，我要跟她说再 date 她得你逮她干啥呀？我觉得上海很聪明，你懂吗？就把很微妙的东西翻译成英文，就变得很体面，对吧？搞暧昧 ，date， 瞎溜达，你们也知道啊。天天搞暧昧、瞎溜达，还骂人 ，rapper。什么呀？替哈哈槽出气。date 真让人很有危机感，因为我查了，这里面可以多人 date。后来我想，我俩应该是1对1，因为多人他应该说是 dates。我懂点但也会乱想。我每次约他吃饭，他说没时间，我总感觉他跟别人 date。你也不好意思直接问，说什么你前面还有几桌？我特别希望能有个盼头，在家等着，随时有个声音通知我，就那 A21。对的对象，请您吃饭了。我真的很想快点转正，所以我对我自己很有要求。我觉得他可能喜欢我的幽默，不然他图啥呢？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每次约会咱至少24个梗。我笑死他，我让他知道不只有西方的约会文化，还有中国传统文化24笑。但真的很难，上海对我来说太陌生了都。他领我去吃饭那个地方，某印良品，我都不知道这个杂货店能吃饭。上海太奇怪，我很紧张。他特别好，主动点单找话题，点了一个生火腿温泉蛋凯撒沙拉，比英文都难背。他说我平时的饮食就这种白人饭，哎，你呢？完了，中文也听不懂了。凭啥叫白人饭？某印良品不是日本的吗？有美军基地就叫白人呐。东北的中专生都爱国。东北战狼。不怕你们笑话，我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麦当当，但那帮演员说这是黑人饭。我说我老爱吃了，我很难受。我虽然不知道什么白人饭、黑人饭，但我知道白人贩卖黑人。发现没法交流，他说的我不理解，我理解的我不敢跟他说。我咋说？他说我喜欢白人饭，你呢？我说我喜欢黑人饭。主人奴役我。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只能在疯狂的吃，然后硬生生的夸赞食物。我当时情商高的跟何炅老师一样。就是那种吃一口然后哦。哎，谁说这火腿生啊？这火腿太棒了。
但是大家知道这个饭其实不好吃。我从他眼神我看出有点浮夸，我开始强行找话题。我看那生火腿温泉蛋沙拉，我突然脑袋一抽，我说：“那凯撒呢？”他说：“凯撒是酱。”啊，你看，不愧是日本呐！你看，凯撒大帝来了，都变成了凯撒酱。疯了，今天疯了，神经病！谢谢你们笑了，还好他也笑了。那是那天24笑的第一笑，嘲笑。我以为是嘲笑，但他笑完突然说：“你还挺可爱的。”完了，要被奴役了。后来确实我们都在一起了。别磕，不甜。我们每刻都在试着跟对方共情，但是从来没有同频过。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说了一些我中专听不懂的话，然后就走了，说什么鸿鹄燕雀之类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说这些鸟话。可能是有些鸟注定要飞走吧。我希望天高一点，所以拜拜。我是小齐。来，小齐的锁票倒计时。行了，小齐，可以啊，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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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看过我们之前节目的朋友会知道，小齐其实在我们这一期节目里面的过程是高高低低。哎，第一场炸翻王炸，炸翻；第二场一般，甚至于第三场是以比较低的分数进入到了今天的这个赛段。今天又有这么好的表现，你自己的心态变化大不大，小齐？大，我其实挺羞愧的。我第一期说中专生心态就是好，然后第二期我说这么多人期待我可咋整？你知道，就我从小没有经受过这么多人期待你取得一个好成绩，他们都希望你及格吧，对吧？所以会有点心态影响。这期刚刚就把心态搬回来啊，所以特别感谢就是校妈的朋友们，然后支持我，然后鼓励我，所以心态放平了。谢谢你们，而且谢谢你们支持。是不是回来了？回来了，完全回来了。其实今年松弛很大原因是因为观众看完之后跟我很多评价，然后一直在夸我。我说我有那么好吗？你知道那种感觉？谢谢你们。小齐，我问你个尖锐的问题，因为你今天表现太优秀了，我觉得好话没有那么大必要。啊？因为我去听过你专场，那个感情结束的时候没有伤感的部分，就高高兴兴往下走啊。你刚才故意收了一个稍有点伤感的，还说什么有的鸟什么，就希望那天空高一点。我想要给这个段子一个完整性。哟啊，哎，可是你听上去你的感情非常不完整啊，就是感觉还是有些创伤啊。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事情。我在这儿我特别感谢我的女朋友，因为她特别大度，让我讲这段过去。哇，非常棒，看得很过瘾。因为春春你是一个特别喜欢舞台型选手的人，对，他的表演太好了，而且我们那个小团队开会的时候，我老模仿他。哪个动作？来，我老这样。我们开会的时候我老这样。春春老师一定要小心点，刚才我这个时候我脖子抻到了。我现在特别怕我脱发。会的。他这个特别适合搭黑车，走啊。太洗脑了。除了那个刚才春春讲的，他会动脑袋一下，我觉得他最后那个结尾那感觉是很好的。我也喜欢。就是你通篇一直有一个特别顶的那种笑，然后最后有一丝温情又收回来，我觉得特别好。我有个感觉，就是讲一个比如孩子从小的城市到大城市漂泊，然后两地那种差异的感觉。我迄今为止听的最好的3段，之前 Kid 有一段，高寒有一段，还有今天小齐的这一段，就他其实没有讲
老家怎样，上海怎样，但他讲的处处都是差异，是处处都有那种小小的让你内心会有唏嘘的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高级，我很喜欢。冠军，再次掌声送给小齐。那个，哎，小齐休息一下，那个沙发还能坚持坐一会儿吧？没问题，没问题。现在开心了，开心了怎么都对啊。满意的是比之前更松弛下来的，就是更接近我线下演出的状态了。我这个状态全靠这些观众啊，每时每刻不间断的来鼓励我，不间断的说我好。干这个行业就是希望一些正反馈，大家都这么捧我，我得努力，我得调整好自己。然后小齐终于回来了，他特别像李白那种路子，喝完这口酒，我一下我就探出来了，这个气场开了之后，他怎么后边都是对的。马上这个4人小组要出来的朋友，一位老人，快哥，应该怎么叫？参赛多年，今年第一次进入到了第4轮，引起了行业的震惊和质疑，啊，对，让同行们完全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今年节目块哥拿大王，我就把票码给小块。来，如果块哥拿了这个大王，我所有的综艺资源全部推给小块。韩大狗之前说过，我今年要是拿了节目的冠军的话，他就把他的俱乐部给我。哈哈，脱口秀的格局和版图将重新洗牌，希望大家拭目以待吧。哇，这都是我的囊中之物，这都是假象。然后我在福州呢有一些的酒厂，还有一个小房地产公司，我把我的产业都给他，你知道吗？块哥今天拿节目大王，高效也是哪个？老师们，接下来要是第几场？第3场。这场反响怎么样？注意力其实有点涣散。二人间吃饭了吗？哎，这没吃，这都是我的囊中之物。掌声欢迎小快。好，大家好，我是小快。还行啊。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啊，因为比赛到这个程度，所有人都在发愁，写不出来稿怎么办？演砸了淘汰怎么办？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到处问，哎，我要是拿了大王怎么办？当时他们的反应比你们要热烈很多，因为他们知道我在这个行业的地位啊。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5年前我第一次上节目，讲了一个拆二代的段子，之后总有观众问我为什么不再来上节目。其实我每年都来啊。感觉就像没有来。我的地位是脱口秀如来。也会有一些火眼金睛的观众发现我如来，他们觉得我不如不来啊。确实，在很多观众眼里，我就是一个实力欠佳的选手。但如果大家换一个角度，在选手眼里，我是一个最理想的对手。你们想一下，参加这个比赛，老选手实力强，粉丝多，不敢打；新选手攒了那么多年硬段子，不好打。这个时候扭头看见我在旁边，一脸兴奋地问别人：“哎，我拿了大王怎么办啊？”当时眼睛就聚焦了，目标也清晰了，咽着口水说：“还得是我快哥啊！有资历没能力，来自北京的老 baby。”最难得可贵的是，出道5年还没有什么粉丝，你就知道淘汰小快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大快人心。只要你在挑战我之前再多说一句话，小快老师一直是我非常欣赏的演员，不仅能赢，还能赢得体面。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对手，可遇不可求到什么程度，连刘仁成都想选我。他跟我参加的都不是一个节目呀，啊！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啊，跟我这些年的努力也是密不可分。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年节目，我前面那个选手讲的巨凉无比，凉到什么程度？我看他的时候也聚焦了。当时那个场面，任何人上去让观众笑一次，直接晋级。我上去以后，观众笑了3次。第一次，嘴瓢了；第二次，嘴瓢一着急忘词儿了；第三次，忘词儿一着急，跟这个提词器说：“你给我往下拉一点啊，季老师。”对手晋级以后啊。心悦诚服，拉着我的手说：“神了，还得是我快哥。”也是在那一天，我终于意识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我说了啊，我其实是脱口秀之神，不太敢相信。那你们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经常有观众看完我的演出之后，会发自肺腑地说：“小快真挺尬的。”哎呀，这是怎么来这个？把这个灯开了吧？你想拍？我真拍不了这个。是不是又有这种感觉了？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啊，因为脱口秀之神他不是最好笑的，好笑的那个叫大王。但是大王他是牺牲别人成全自己，而脱口秀之神只会用尬的 bless you。什么玩意儿？我听不懂了我。其实我对这个行业的贡献啊还不止于此。确实，普通观众看我就是觉得尬，但是你们要想，如果是一个热爱脱口秀，但是因为怕尴尬、自卑、脆弱、敏感的中专生看到了我的表演。他得受到多少鼓舞，心中难免会燃起一个想法：讲成这样，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啊？脱口秀就是以这种方式开枝散叶的。我在脱口秀界负责打窝，你知道吗？打窝好，每人都能说5分钟脱口秀，我就是每人。而且这个不是我编的啊，不是我编的。当年在北京。邱瑞、童漠南、徐志胜都是看了我的精彩演出之后，才毅然决定拯救这个行业的。去年我没有参加节目，结果你们也看到了，很多演员都选不到心仪的对手，他们只能招更多的人来参加比赛，人越招越多，最后弄成2个节目了。为这件事儿。我自责了1年多呀。神和人一样，经常自责，也是一种病。神经病。就这个梗，又会鼓励到很多人。今年我重出江湖，行业震荡。有一个俱乐部老板请我吃饭。跟我说，快哥今年上节目，能不能 PK 我们的签约演员呀？可笑，竟然想以凡人之力左右神明啊！这真挺好玩的，真挺好玩的，我没见过。我当时就拒绝了他，我说我今年还打算拿大王呢。没想到，他竟然非常支持我。他说：“你要是能拿大王，我把俱乐部都给你。”我也没想到支持的力度这么大。更令我意外的是，支持我的俱乐部还挺多。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今年拿了大王，我将得到长沙校门、宁波蓝梗、成都过载、大连会校、云南不止、苏州莱塞、青岛上课、武汉开饭、上海四校高校、沈阳搞笑圈、杭州会说笑、福州福利社、北京喜番加密以及效果文化的全部股权。一场好股。那我们就算投资了呗，开了。那我们先，投资好。
坦白讲，我对拿大王这个事儿，本来看得很淡。我现在就是想看这些资本家颤抖的样子，你知道吧？第一轮我晋级以后，他们说侥幸；第二轮他们疑惑；第三轮我去神了。很多俱乐部老板已经开始慌了，跟我说：“快哥，你今年不会真要拿大王吧？”只有效果的老板镇定自若，说：“大家不要慌，相信我，小快一定过不了这一轮。”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啊，我当时就感觉资本要给我做局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态啊？有。那咱们就一起做局资本，好，洗牌这个行业格局。完了！而且我告诉你们，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个人办事向来体面。如果我拿了大王的话，不会亏待大家的。到时候我手底10几个俱乐部，你们看演出要是再花钱的话，我不是人。坦白讲，刚才说出这番话，我也曾经犹豫和彷徨过。就是这样公然的跟大家要票，是不是对其他选手不太公平？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这些选手，他们有的人天生就比我聪明，这公平吗？有些人长得就好笑，这公平吗？有些人在比我聪明并且长得好笑的同时还出身穷门，这公平吗？那我拿自己的钱给家人们谋一点福利，怎么就不公平了呢？太傻了！不行，快给我进半决赛了！还有一段呢，还有一段呢，不用了。而且大家也知道，脱口秀这几年其实是在走下坡路的。我在这儿可以郑重的做出承诺，如果我今年当选了脱口秀大王的话，你们可以把对这个行业的改进意见全都发给我。别的不说，咱们一起 make comedy great again。谢谢大家的收看。我咋接呀？这大事不好了，朋友们！来，各位，想改革这个行业就投票给他。打彩票！来，小块锁票倒计时。朋友们，我们笑团的先不发言。我想问问，有哪些主理人特别想说点什么？小块老师一直是我非常欣赏的脱口秀演员。现在晚了。对。然后呢，我们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行业会覆灭在他的手里啊。尬的不来西域。小块老师已经从昨天正式入股了成都过载。因为我们最近亏损的非常严重，他说他能帮我们支付一部分，没想到是用大家伙一起集资给我们支付。大家可能看到那个会笑喜剧今天变了，因为答应那个小块老师的是大连会笑喜剧，我今天代表的是青岛会笑喜剧。那你说说你的态度吧。就是青岛会笑喜剧现在就可以归你，因为青岛会笑喜剧有点干不下去了已经。我看看报表再说，好吧。哎呀，他真聪明，他根本就不傻。哎，是这样的，张老师，今天代表开花坐在这里的是开花的财务。那什么，他性格比较内向，你知道吧？
不要难为人，好吧？他是爱人啊。最多一个月12万，负12万。然后今年的话亏了30多万。爱人，别逼他说话了，对。那您揽了这一大堆是债呀，这是啊，老师怎么入股亏了？我想听一下我们优秀的编剧老师是如何评价这段竞选筹款演说。就是非常疯狂，感觉。Crazy boy， 所以让人感觉非常震撼，就有种玩疯了的感觉。对。其实小快这个是我听了好多遍的，然后我今天还笑得非常非常开心，就是完全被小快圈粉了，真的，所有人都期待你登顶的那一天。小快老师这个被叫上去了。来，程璐，我很高兴加入小快的公司啊，这个。你看，这是老员工知道什么是拍马屁啊！提前入职，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罗老师，这叫什么脱口秀？脱口秀川普。前天在北京，我去看了童漠男的专场《寻找王医生》。昨天跟前天晚上他都是开场嘉宾。对，他等于是你今天才到的吗？我是昨天2点到的上海，夜里2点，对。所以他特别松弛。对。但是那个演出是一早就答应了吗？一早就答应了，当时没想到进到这一轮嘛，也确实是。这点也像川普。但是是不是因为就是没有想到进到第4轮，反而越比越放松了？他不是放松了，这是放疯了已经啊！这是个风筝，现在小块是吧？谁瞪着他俩啊？到半决赛，应该他和俱乐部老板都紧张了，真的是。然后到决赛就不知道会怎么样。我觉得小块啊，他就跟看这个星空一样，好多人像星星一样，但是我们小块现在是整个天空，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别人再闪耀，没有一闪你的，我是整个天空，我照着你呢。小宇宙啊！你已经不是小块总太厉害了。其实小块用的这个方法挺有风险的，就是因为他在有点像竞选演说，然后他在直接拉票。这种事儿说好了就能有炸的效果。对。但是如果要是说不好，他有可能是个双刃剑。对。但是小块做的真的了不起，感谢。所以各位。刚才这个4人小组是不是上一个炸一个？但是既然是比赛，就要有结果。小齐回到场上。我想看，开的真好，输块哥不丢人了。小齐和小块票数差是。块儿总怎么了？块哥，咱孩子没干过资本呀！朋友们，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是不是也照顾一下分数高的那位朋友的情绪？小齐赢了都已经。黑幕！来，块总，请回到等待区。小齐继续等待下一位朋友。它其实并不像一个以前那种传统脱口秀，它其实是有点像讲脱口秀演员的从业的心理。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你的认识还没有那么多的话，可能讲这个就不太好。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阶段讲这篇稿子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契机。哎，块哥那块给我吓坏了，我以为他要把我打死了，我当时把块哥要满开。他这脑子真的很有创意，他把脱口秀又来了一种新的玩法。很多人说这个小块讲的是内部梗，其实他讲的不是一个内部梗。他讲的是一个很滑稽的东西，就是一个小人物的异想天开，就是一个普通人，然后没有这个获胜的条件，然后他怎么去达成他的目标？他是那种把微观小事强行宏大叙事，就有一种在显微镜下我是蚂蚁之王的感觉，
还挺喜剧的。小块本来说他拿了冠军，收购校马，然后李伟胜就归我管。他校马就归我管的。我本来说买票给他去。我一开始跟他说我管不了这么大一个俱乐部呀。小块说你就管韦大爷一个人，你一看你就没当过领导。我说啊，只用管一个人。他后边玩的还挺有意思，我们都愿意成为这个疯狂中的其中一员，这一点很重要啊。有一些人光是自己失心疯，别人看着他莫名其妙，还怕那个疯到洒自个儿一身血。但是这个小块今天疯到让我们觉得希望跟他一块儿疯，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冠军大王，冠军，冠军！整个的表演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观众，观众是理智的，有批判性思维的人。看看我这段子写的咋样？问茄子翻个面是什么？翻个面，番茄。那么再问，为什么有的番茄容易脸红？因为它没做防晒。是阳光番茄的哦。我这本来有2颗阳光番茄呀，请问另一颗去哪里了嘞？被做成茄皇啦！因为每种茄皇里都有约1颗阳光番茄。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果然酸甜浓郁啊！为啥脱口秀演员这么爱吃茄皇？因为番茄有梗。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表演风格很松弛，但是内容劲儿不小。掌声欢迎张俊。大家好，我是张俊。你们好，谢谢2楼的观众，你们好，谢谢，这是我妈妈的作品，我会向她转达你们对她作品的喜爱。谢谢大家，我是张俊，很开心能够见到大家。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她最近交往了一个男生，她非常喜欢。我问她你喜欢这个男生什么？她说因为这个男生很破碎。我说啥意思？他是商鞅啊。上来就搞这个啊！我对破碎男没有意见啊，好，我有一点意见。有些男的我感觉他破碎是装的，就是他没有别的办法吸引人家注意力了，所以只能利用同情心。那就是装的，看见姑娘走过来就往地上一躺。其实我原生家庭特别不幸福。这是你装你。嗨，你要真的去拯救他，你试着拯救他，你会发现他压根儿救不起来，因为他的破碎是装的，你叫不醒一个装碎的人。但是你可以相信他。打开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边的茄皇就行，汤底浓郁，酸甜鲜美，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破碎这个品质不需要努力才能达到，它要求你集齐所有恶习的同时又一事无成。这很简单，你想破碎你就熬夜，你就喝酒，你不用在店里喝，你在马路边喝，你打车去上海街头5米能看到10个。你要破碎，你工作能力要差，你最好不要有正经工作。破碎男倒是还蛮看出身呢，还蛮看出。如果你是学电影、哲学、艺术，你毕业以后定向破碎。你要再搞民谣，那你太破碎了。你搞民谣，你是万岁爷。可是他贴心，他体贴，他善解人意，最重要的什么？他没有直男癌。我说前面我都信，但是直男不可能没有直男癌。无非是癌细胞多少的问题而已。每个男都知道我在说什么，都别装，都别装。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父权是一种核弹，它炸了以后，每个人体内都有辐射，没有人可以幸免。有些考公大省辐射太强了，有些考公大省那就是父权的切尔诺贝利。那辐射太强了，那些地方。我上次坐高铁经过这个省，我出来以后想生个儿子，给我吓坏了。我一直开到上海，喝2杯咖啡才缓过来一点。
经常被核弹炸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在这片废土上面，基因会癌变，癌变的基因会遗传。如果你想知道你有没有直男癌基因，你就往上查。就如果你爸是男的，你就有，肯定有。我查了一下，我爸就是男的。奇怪的很。癌症嘛，就是早筛查。我是90年代末期出生的直男，我的直男癌发现的比较早，属于是1期癌症，可控。我现在每天要抑制癌细胞扩散，我刷一刷小母书就好了。别人说你怎么老看小母书？我吃靶向药呢。再早一点出生的可能就是直男癌晚期了。就之前有一位女导演的女性主义电影在北大放映，然后有个男教授在台上评价女导演年轻漂亮，这种就是直男癌晚期了。一般医生会建议你放弃治疗，就是想说点什么说点什么吧，你等他死了就好了。但网友们没有放弃他，当时网友们用大量的脏话去治疗他，算是一种化疗。算是化疗。就是你早点注意的话，你不一定有直男癌，你可能只是直男炎，主要症状就是老发炎，懂不懂都有一番高见。这种盐系男孩说话喜欢滔滔不绝的，听我说完啊。觉得自己说的话别人都听不懂，你们懂我意思吧？喜欢预测未来的，哎，你们以后就懂。我不是圣人啊，我并不是圣人，我有直男癌。为了不让身边的人不舒服，我有的时候会试图隐藏我的直男癌。比如我女朋友很喜欢在地铁上看好看的女孩，她很喜欢看辣妹，她每次看了以后都会叫我一起，她说你看那边有个辣妹，她好好看。我每次听到这句话都会把头先抬起来，先往反方向看，再看正确的方向，永远这样，先往反方向看，再看正确的方向。为什么我永远知道反方向在哪儿？因为我知道哪里是正确的方向，我早就发现了。我怕他生气，我不敢直接看。他发现辣妹，在我看来就跟慢动作一样啊！你看那边有个辣妹。我在地铁还没进站，一个虚影晃过去，我说那肯定是个辣妹。可是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害怕他生气、嫉妒，也许是因为我把他想象成了一个无理取闹的人。我潜意识里认为他和那个辣妹围绕着我形成了某一种竞争关系，这反而暴露了我的直男癌。原来我是一个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的脆弱男宝。我想说的是，就人类在近百年才意识到了辐射的存在，但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死于辐射过量。1898年，居里夫人首次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居里夫妇因为长期暴露在放射性环境下，1934年，居里夫人死于白血病。但是早在1906年，居里夫人的老公，也就是居里，死于车祸。这个和我要说的没有关系，我只觉得居里这哥们儿死的挺有意思的。他甚至不是死于汽车祸，是马车祸。还有一个死于马车祸的是商鞅。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我一直以为居里夫人的名字就是居里，后来我才知道，居里夫人遭受了2种辐射。居里夫人遭受了镭辐射，而玛利亚女士在遭受了父权辐射的影响下变成了居里夫人。听我说完啊，父权对我们的影响是难以察觉的，你们懂我意思吧？但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就是可以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哎，算了，你们以后就懂了。我去消炎了，谢谢大家，我是张俊。张俊索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张俊，谢谢大家。我觉得他这个本子足以让所有的编剧都感到紧张。对，在这个创作里面比较难的是，就是我不确定观众会不会笑，因为他确实有点可能过于触及到那些有点微妙的那些东西了。哎，张俊，我想问你一下事儿啊，因为之前你说你要去上学了，是不是？是，等我那个。可是你这次一次比一次演的又好，又特别棒。
那是不是想留着，就是说这时间再多去说说脱口秀啊？去上学其实也是为了能更长久的说脱口秀，因为我的素材库快空了。我希望可以一直讲脱口秀，所以我需要补充一些我的素材。哦，充电啊，啊，就是多一些人生的阅历，对不对？对对对对。我承认他讲了一个其实比较难以把握的一个话题，但他讲的非常的好，在于有一点我很被打动，就你说看辣妹，我很怕你就停在你说你为什么知道相反的方向，因为你知道正确的方向，然后就仅停落在那儿。那样我就会觉得不舒服，但他最后的落点就是他会认为我们两个女性可能是围绕他以为他是世界的中心。那一刻，我觉得是一个让我觉得能够被尊重到的那种感觉，这是我觉得是很巧妙的一点。是，就是问我算老几吗？所以张俊今天其实给我们带来了一段很难的，而且很难接，前面那么炸，内容很难的脱口秀表演。再次掌声送给张俊，厉害！谢谢。小齐先生，请。这是一个4人组，张俊是4人组里面的第3位。这个是没文化脱口秀和有文化脱口秀的巅峰对决。没有。张本科跟小中专也是给我这米啊。我们来看一下，小齐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票数285，张俊观众给出来的票数，有可能的票差是。张俊还是需要进入到待定期，再次把掌声送给张俊。小齐要继续等待。下面的这位演员表演风格非常独特，大家要心平气和，安静下来听他讲笑话。掌声欢迎王大刀。大家好，我是王大刀。我非常爱我的家人。我的表弟在7岁的时候就给20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开头的第1句话放在现在就会被喷死。今早我睡眼惺忪，我睁开双眼，我大声问道：“老婆，饭做好了吗？”我的大姨夫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大姨新买了一个尿壶，他就死死地盯着那个尿壶。这个是啥子？我大姨说尿壶。哪儿来的？买的。买来干啥子？我大姨已经想骂人了。喝水。我大姨老是催我生小孩，她说：“大刀，你这么好的娃娃，这么好的基因，不结婚不生娃娃，真的天理难容。”我说：“大姨，我以后50岁会生10个，到时候全部给你带。”大姨说：“要是有一天我突然走了，就是被你气的。”我当时觉得很生气，我很生气。大姨看到了，她觉得自己说错话了，氛围不对了，她就会做一些事情来转移注意力。她说：“哎呀，跳舞，不要生气。”很突然。加团子。再一次见到大姨和大姨夫已经是在灵堂上了，他们还活着，去世的是外公啊，85岁喜丧，请鼓掌祝贺吧。我们从外地赶回成都，每个人都很累，眼睛很痛，黑眼圈很重，所有人里气色看起来最好的是化了全妆的外公。7月的四川格外的炎热，大姨在算着葬礼用的钱，三姨在招待着来看外公的客人，大姨夫一个人站在灵堂门口。好热哦！
好热哦。我大姨本来死了爹就烦，有个人在那儿吵就更烦了。你用那个花圈噻，那个风大，全是阴风。他说完之后又觉得自己说错话了，本来坐着的，哎呀，太烦了，跳水儿。跳绳儿啊！他手里没有绳，我们全家人在灵堂门口大笑，所有人除了外公。外公是去年去世的，今年我回家过年的时候和妈妈一起睡觉，我在那儿默默流泪。我妈说：“你还不睡觉？”我说：“妈，我想到外公去世了，你以后也要死，我好难过。妈，你死了以后，你的钱是不是都是我的哦？”我妈说：“老娘以后至少要活到96岁，你天天吃外卖。”我们两个以后哪个的钱是哪个的，不一定。第二天，我和表弟散步，路过了外公生前住了10多年的那家医院。我们每年都会去看外公，几个兄弟姐妹去那儿打卡。今年不用去了，挺难过的，挺想外公。表弟看到了，他说：“王大刀，你又在伤心难过什么啊？想啥呢？看我行吗？看我，小穗儿。”我想聊家人死亡和笑话，因为我老是想到一个时刻，是在外公去世第2天后，我们几个同辈的小孩带着外婆吃火锅。对，没有什么能阻挡四川人吃火锅。外婆坐在我旁边，我记得她每年都会去把白头发染成黑头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没有去染头发了，她头上全是白头发，腰很弯，吃着嫩牛肉。我当时想到外公去世了，外婆以后也会走，我就很崩溃，我很难过，我太想哭了，但是我不能哭，因为我一哭我就是嚎啕大哭，我一定把那个红汤哭成清汤。我当时想，求你了，我的眼皮不要再眨了，求你了，我的扁桃体不要再痛了，求你了，我的泪腺不要再分泌了，我真的不想要流泪，我真的不想要流泪，我快窒息了，谁能来救救我？谁能来救救我？表弟说：“王大刀，你在干嘛？”我说：“我就是没事，我就是有点热。”他说：“你用那个花圈噻。”那个风大，全是阴风。怎么第2遍还是这么好笑？我笑着把眼泪流下来了，我没有再嚎啕大哭了。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太好了，我得救了。谢谢大家，我是王大刀。淡淡的忧伤。王大刀索票道具是，来，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刀。大刀为什么会选择有很大段的四川话？因为我试过普通话，发现我家人的人格没办法用普通话来表达，就是四川话会更有表现力。对，用普通话体现不了。你用那个花圈山啊，你用那个花圈山。别往这边扇，谢谢你。对，还啊，我这人图吉利啊，然后害怕这个，然后很神奇的一个点在于，它有很多地方你觉得你要笑了，但是它其实讲了一个很沉重的一件事儿。你说我要笑，但是他要让你沉重，然后就是那种中间感觉跟你掰腕子，你知道吧？就是那种。
啥意思呀？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讲的那些对白，我觉得我是很有熟悉的感觉。我会想到我之前发过一首歌，就是我们漫不经心的废话的日常，多无聊，多甜蜜。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表达一种家人之间的一种情感？哦，我试图在拆解它里面设置的这样的对白。大刀的表演可能像我喜欢看的某一些写点电影，我在试图总结他的表演风格，就是可能就是某一些写点电影。哎，你给自个儿总结过自个儿的表演方式，这个叫做？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啊。他们说我抽象，但我觉得我很具体，我不懂。对你很具体。对，我很具体，我的每个动作、每一句话明白都很具体，对吧？是的。抽象啥意思啊？大家知道抽象是什么意思，他就不抽象了。我是大刀的粉丝啊，你每个人你都这样说，你来了，没有我每个人你都特别喜欢。我随便我给你找个冤大头，我看看啊。我为了你这话，不是我伤害我伤害一个，我看我伤害谁？啊，我要伤害的都已经淘汰了啊。对，你每一场表演我都很喜欢。因为大刀是一个非常风格化和很独特的选手，他的表演与其说是脱口秀，其实不如说是像先锋戏剧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个人的对独角戏这种。因为每一次你都能表现深度和有趣和想传达的那些东西，所以我每一次都是听得特别高兴。今天的表演，说实话有很多有一些碎片，有一些那些东西我是很理解的，但是笑料是严重不足的，梗是严重不足的。对对，就是还不够好笑。我是觉得大刀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脱口秀演员。我喜欢王大刀的时间节点非常明确，从上一场他说到吃那个就是涮那个鸭肠的时候，然后不断的做一个动作啊，跑那个，从那时候开始，就他的风格明确到你要么非常喜欢，要么你就 get 不到，你就觉得这是在干嘛。有人会觉得像一个多幕的独角戏，但我觉得其实不重要。因为脱口秀本来，如果我们追源的话，它本来也不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它到这土地以后，它自然会发生属于这个土地某种本土化的变化。那它可能就其中的一个代表，一个状态，我非常能够接受。刚才春春讲让他想到某什么写点电影，他其实在我心目当中那个风格很像英国的伦敦生活那个 Phoebe Waller-Bridge， 就表演风格不像，但那个无厘头的感觉其实特别像的。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挺好的某种喜剧类型。我觉得就是风格，就是你得坚持，因为总会有人喜欢。脱口秀舞台上就应该有多元化。对对对对。再次掌声送给大刀。谢谢老师们。来，小齐。小齐已经屡战屡胜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观众给出来的票数差是。230，来，大刀要进入到待定区，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刀。我很爱我的家人，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爱他们。其实外公生病10多年，每年去医院的时候，如果能有一个人讲一个笑话，其实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有时候可能我不会意识到它的重要，会忽略它，会忘记笑话。但是笑话不应该被忘记。但我觉得就是如果时间还足够多的话，一定还可以处理得更好。短的时间内，我就是只能做到现在这个样子了。我现在就是探索吧，慢慢来吧。我们 TOP 5现在硕果仅存的这位朋友要迎战小齐。这位朋友最近走的是伤痛文学的赛道，啊，韧带啊、体检啊都能说半天。最近好像又被人伤了，哎呦喂！掌声欢迎广智。传统脱口秀，传统脱口秀，广智加油，广智加油！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广智。谢谢谢谢，最后一个了。首先就是非常感谢大家愿意到现场来看我们，
大家都知道节目播出是会经过剪辑的嘛，就那些不好笑的都会被剪掉，所以现场的好处就是不好笑的都能看到。你知道剪辑的好处是可以让我们的录制顺序随意调整。有一次当天没有录完，你们看到的选手的赛前采访是第二天又补录的，就是有些选手已经被淘汰了，还要被拉到镜头前面进行赛前采访。那个导演也坏，来跟你的对手放2句狠话吧。都傻了，然后哆嗦的站起来，那就我劝你明天最好不要选我。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一聊剪辑这回事。我觉得剪辑是一把双刃剑。我之前对于营销号恶意剪辑的态度是无所谓，你别管人家恶没恶剪，你就说你说没说那句话，怎么就剪你不剪别人呀？直到有一天剪到了我头上。我去年去参加一个旅行节目，不知道你们有人刷到过没有？有一天呢，是给驻守在海拔5100米的边防战士送蔬菜。前一天呢，我们去了另外一座海拔4700米的雪山，大家都高反了，所以当天在3600米的时候，那个导演就提醒我们说，有反应了一定要说。我当时其实已经高反了，但我不想耽误整个团队的进程，我就跟导演逞强，我说3600米非常轻松。导演为了展示我的毅力，就把这句话播了出去。你们猜营销号是怎么剪的？他把我对导演说3600米非常轻松这句话单独剪了出来，然后自己配了个话外音，说边防战士节目里被轻视，明星嘉宾说海拔3600米非常轻松。那这句话里只有一个信息是真实的，就是我是明星。开玩笑，开玩笑。他这么剪，底下肯定就一堆人在骂我嘛。当然也有少数几个评论是替我说话的，说这不是纯纯的造谣吗？何广智算什么明星啊？一些不明真相的朋友就跑到我的社交媒体底下骂我，就是你给边防事业道歉，你什么东西？3600米不高吗？我心想，没有你的道德制高点高。他们就开始骂我，小丑，你知道3600米气温多低吗？你知道3600米氧气多稀薄吗？你知道3600米紫外线多强吗？我说那你知道边防战士驻守在5100米吗？也不怪有人骂我，因为那个人他断章取义的能力太强了。我自己看了一遍那个视频之后都觉得说我也太坏了。就他自己后期又配了很多我轻视别人的花字跟表情，就你根本分不清哪一个是原视频。就那会儿我多么希望人群中能有一个鲁豫老师留下一句真的吗？我不信。我很冤枉，因为我说那句话的时候心里边根本就没想边防战士，就刚才这句话单独被剪出来我又完了。那个视频的后半段主要就是在说明星没有文化，大家一定不要像他们一样，我们一定要多读书。那么读什么书呢？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他是个卖书的，就是为了卖货嘛，怎么有流量就怎么剪。我就好奇这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博主。点进他的主页，我发现这是一些穿搭博主，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扣帽子和穿小鞋。还有的时候是音乐博主，喜欢带节奏和唱反调。但我觉得他们卖书呢，还算是有良知。就这场舆论风波里面是没有人吃亏的。营销号呢赚到了热度，而我有了素材。因为看了这个视频，一怒之下买了书的人，我觉得这些朋友确实需要多读点书。很憋屈呢，我很想解释。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刷到那个视频的。我就当面跟他解释，我说我们昨天去了4700米高反了，今天要去5100米，在3600米的地方只是休息。我朋友听完说停，你这个解释太无聊了，如果不是咱俩面对面的话，我早就划走了。他说你的解释跟个小学数学题似的，是吧？目的地是5100米，此刻在3600米的地方休息，问小明会不会迟到，小明迟不迟到我不知道，正义肯定是要迟到了。你解释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你的解释热度一般不高，想要热度高的话，还得找营销号转发，钱又让他们挣了。他们就是里外里挣钱，造谣一张嘴，辟谣也是一张嘴，一张嘴200万，真的，营销号接一次活大概200多万。具体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就想在这里造个谣。有时候我就好奇，那些营销号为什么热度那么高？平时都是谁在看？我在看。我看热闹的时候可太不嫌事儿大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是不可能的。我上网的风格是走过路过吐口唾沫。大家听到这里能感觉得出来，你在娱乐圈想要生存下去，发言就必须要谨慎。你的发言被人抓住漏洞，就会面临出局的危险。尤其是我们这个行业，又爱说话又脆弱。有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感觉，是我们把行业干出了一种狼人杀的感觉。这就有段时间，我每天早晨起来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先看手机热搜，我先看看昨晚是不是平安夜呀。我觉得娱乐圈就是一个巨大的狼人杀。开始不会玩嘛，那个时候谁最先在微博上发一篇小作文，我们都相信他是好人。后来脸就被打肿了吗？我现在对于第一个在微博上写小作文的，我都不敢轻易相信他是好人。我的态度是，先不着急站边，听一听后置位发言。这个游戏对我们来讲其实很难玩，因为它没有一个真正的预言家。最喜欢跳预言家的就是那些营销号，动不动跳出来说昨晚我查验了4字艺人身份存疑，4字艺人昨晚夜不归宿，大家都相信我，所有人都相信他了。第二天他爆出来，漫才兄弟网吧包宿。太真实了，太真实了，真被拍到了呀！所以我打算以后不再相信营销号了，我要有我自己的判断。我这轮的发言呢，到这里也差不多快结束了。最后我想说，我是个好人，谢谢大家。罗广志的锁票倒计时，来，再次把掌声送给广志。广志是我们第4赛段最后一位上场的演员，长时间的等待其实也会很大的消耗演员的体力。再次感谢广志。没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春春感觉怎么样？这段其实我觉得自己也有类似过这样的经历吧，所以我就特别理解广志说的这个点。你一般遇到这样的事儿，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怎么处理？因为我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比较多，但是其实最让我破碎的一次，应该是我家乡地震的那一次。然后当时我就去献血嘛，去那个北京血液中心，但因为我那个时候比现在还要瘦，就太瘦了，所以我其实是可能会不合格那个抽血的标准的。当时就那个医生就先帮我做了一个50的一个检查，就是在这个左胳膊上面，然后到你可以献血之后，然后再从这个右胳膊抽200。所以我出去的时候呢，是我的左右两边胳膊都有那个叫什么？就有胶布，对，纱布，对，然后就被别人拍到之后，后来就放到网上说我假献血。然后我也是一个刚刚入行不久的一个新人，我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而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内心的一种破碎，觉得这个为什么世界是这样的，所以我其实当时完全没有解释过。所以我今天在台上听到广志用脱口秀的方式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也要像他一样，不应该用一种更加自暴自弃或者更加懦弱的方式去处理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要更加勇敢的去说出这个事实的真相。其实只能用脱口秀说，因为你要是发个那个小红书呀、什么微博呀，就没有人看，或者说他会被人家再次利用。对，就是都是感觉闭嘴这事儿就过去了，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啊。对。刚才广志说特别对，你什么发律师函、打官司、弄声明，最后你只是给了他更多来聊这个事儿的机会，真的麻烦，别弄。他那号还涨粉了。对，反正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曲艺的方式，不要喜欢断章取义，对不对？我没拍灯，我看见了，是没亮那块儿，看见了。你觉得是灯坏了是吧？没有，您说了会儿，你说我都听着呢。
我去年说过什么，你记得吗？我说你是中国脱口秀界我最喜欢的前3个人之一。对，我记得呢。对，直到今年还是那2个已经不是了。你还是我最喜欢的前3，耗走了2个。哎，有一个是我呀，我感觉，我记得有一个是我。这榜权威嘛，这不是罗永浩脑对。你这个赛季表现是非常牛的，是极具冠军相的。我也是特别希望你拿1次冠军的。好嘞，谢谢您，罗老师。对，所以以我这样的高期许，今天确实是往下掉了一些。所以因为我对你喜欢、信任和尊重，所以我就没拍这一灯。对，但我希望你后边还能翻上来，因为还有机会吗？后边这场我认为不会淘汰的。好嘞。来，小齐再次请回舞台。哇，小齐4战了哈。支持的数字出来，将直接决定本轮先发的 TOP 5会不会团灭？No， 有可能。哎呀，怎么能这样？来，小齐和何广智的支持票数，他是10以内，11，可以，还可以。正如春春所说，第3赛段来的 TOP 5被团灭。再次把掌声送给小齐，恭喜小齐进入到半决赛。来吧，给你挡了一劫，挡不了这回。你们5个这关系更进一步了。有一点没有达到自己预期，但是我也都能接受。我这就是雷霆雨露俱是君，雷霆是指就别管那么多了吧，反正就那么个意思，反正也肯定有很多达不到自己预期的时候，但我调整心态都会特别的快。如果只有我被打下来，还挺丢人的。全部被打下来这个事儿呢，我非常的平和啊。我觉得不止我一个人失败了，大家都失败了，就还挺好的。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4人小组在全部比完之后他们的排名情况。除了直接跳段的5位，已经有5位进入到半决赛，分别是王小利、小帕、季业、小齐和智胜。所以本场还剩13个晋级名额，最终待定区票数排名前8的选手晋级半决赛。恭喜高寒、瑞瑞、徐浩伦和谭湘文、贾浩、哈哈曹、何广智、毛豆、张俊进入到半决赛。请8位现在前往晋级区。好几个人260，剩下都是淘汰的。这边还是，就是正好进了8个。哎呦，太可惜了！非常遗憾，我们其他的几位演员，今年就止步在了第4赛段，所以我们和这个舞台和观众说点什么，来。不是，这是先给神说。尬的先说。小块，你4年后会卷土重来的。几年后？4年后，川普一样，4年。4年啊！来，块儿哥先说。那个，我说了也不能播呀，这话你知道这。小块说点能播的。说点能播的。我唯一的资本就是所有的观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呦，还有这格局。时隔2年，怎么又来参加比赛？首先是大家对我的误解有点深了，开公司的能力也差，然后到发展到喜剧能力也差，到发展到人也差，是吧？对，我感觉我自己在一点点被蚕食，现在对。我想拿回我失去的东西。
我是苏格拉底型的老板，因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我跟你们讲，好多脱口秀演员现在还在努力赚钱，想买房成立一个小家。我已经把房卖了去建设国家了，帅吗？朋友们，我可以接受他指着我的鼻子骂说关你毛事，但是帅吗？那我拿自己的钱给家人们谋一点福利，怎么就不公平了呢？块儿哥每一轮演出都会把之前他丢掉的信心找回来。今年就是有胜负欲了，很少见。我认识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他有胜负欲。整这么认真。我问块儿哥了，我说这个是你讲脱口秀以来就是最辛苦的时光吗？他说他是他这辈子活的最辛苦的时光，可能巅峰的时候一天要赶4、5场开放麦。为什么一直对着这个盆在练？原来是事先就要平行一点，要不然你会朝下。看似不能理解的举动，背后全都是行业经验。我把自己想讲的内容基本上都讲了，这4篇稿的题材和我这个风格都是和别人不一样的。虽然有几轮分都不怎么高，不是很讨喜的，但是结果也都还不错。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没白忙。我自己确实也挺辛苦的，但是我这份辛苦呢也是自找的。我想的问题是，脱口秀还会好吗？没关系，答案早就显现了。我们这种中登老登的话，其实很多答案都在自己心里。大家好，我是小快，脱口秀的鼻毛，脱口秀之神，商业奇才，无产资本家，还是开花脱口秀的老板。步惊云，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刚才在这边商量说，我们每一年其实都是4位领笑员在夸我们，然后我们今天我们也淘汰了，想夸夸你们。太好了，来，那我们原地挨夸，太好了。鲁豫姐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她就是我们所有女演员，包括所有我们脱口秀演员的定海神针，她在我们什么话都敢讲。感谢鲁豫姐，然后希望大家去关注鲁豫姐言中花树的播客，还有我跟步惊云，到以后山河还会录一个新的节目，遇见他们一个衍生节目，对，也是一个全女的，我期待了，好吧。然后春春，我们昨天我跟海燕、袅袅，我们几个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在聊小八卦，然后说没有想到春春这么有魅力，因为之前没有见过，然后现场。想说一句话，有这么高质量的偶像进入脱口秀圈是我们的荣幸。爱你爱你，我们要一起组团去演唱会，大哥。然后大老师谢谢你，然后每一年都在给我们所有人鼓励，然后演尬的你也得硬捞，也得给我们鼓励，演炸的你得想办法角度去夸我们，我们真的希望你活到100岁。希望你在我们开心到100岁。得嘞，谢谢您。罗老师希望你生意兴隆啊，生意兴隆。这是好的。3番4倒。张老师以后都不许再骂张老师了，张绍刚老师人真的非常好，我们演员写不出来段子就骂他。这是托底。张老师是非常好的人，我们爱他，我们爱张老师，爱张老师。谢谢布姐，来山河。其实还好吧，因为其实我今年所有的稿子都是新写的，而且比去年都进步了很多，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我也很进步了。还有就是，我真的很感谢所有喜欢我的观众们，对。然后，我今天这篇稿子讲的时候，就是讲了那个女演员们对我的帮助。我来了这儿，我看到有很多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给我的成长也带来非常大的帮助。我非常喜欢每一次观众们说你们就是我的嘴替，或者是这种事情终于有人说了。所以说，可能这个舞台上现在有50几组演员，但他们背后可能是更多人的声音，我们可能代表的不是我们，是这时代的年轻人的心声。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1、2、3，双淘汰。现在感觉怎么样？放假了，就是尽力了，然后也没有遗憾，因为我今年
的4篇稿子，我下的心血、费的劲儿都要比之前好很多，所以我们尽力了，就不要去责怪自己。我刚刚也是那样想。对，我唯一害怕的就是布姐会觉得，没有之前好。怕你对我失望。不会啊，你这么好，哎，失望什么？我知道他可能也不会对我失望，但是我还是会想问他那么一句，会不会想确定一下？不会，你已经很骄傲了，山河已经是非常骄傲的演员了。我刚脑子里面有个场景，就是你父母把你用他们的积蓄，用一生的经验，给你了一个好的生活，然后用他们的方式把你送在人生这条路上，然后布姐就像送到这儿之后来接我的那个人。那种面对困难就是巾帼英雄。我只想冲在他前面，我不习惯躲在任何人身后，因为我已经考他很多年了。我觉得我今年表现非常好，我这一篇稿子，我觉得是我在舞台上没有展示过的一个形象，包括我对雨天的一些感受，包括其他的一些表达，就留在舞台上就够了。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希望大家来线下看我的专场，线下会更好的。好的，担保人山河。布姐有时候可爱的一面只有我能看到，你知道，有时候我自己，我觉得他让我收获了太多，收获了朋友、喜欢、爱、成长、蜕变。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好，很好，非常好。我觉得是一份给我巨大的礼物。来，川儿哥。我没啥了，我觉得就是因为今年又比赛又当总编剧，确实累。我回归那个位置的话，对整个行业帮助其实是更大的。这是你第几年参加节目？2、3、4、5，第6年。好像每年都习惯了，都得来参加比赛，更像是过年，就大家聚在一块儿，几个家长坐那儿，然后小孩们表演一下节目。我有时候坐大人那桌，有时候坐小孩这桌。那你喜欢做大人还是小孩？做小孩的时候，孟川今儿太炸了，我冠军赢了，赢了！孟川冠军，就是尽量把自己的稿子改好，改得更好一点。反正尽量把好的作品带给大家吧。做大人的话，就是可能会把这些不同提前跟选手们说一说。前面那个人特别炸的话，后边那个人是不好接的。就是多帮帮他们。我们是会现场看这些人的表演，也会在那个屏幕里边看这些人的表演，就是尽量的让现场的效果毫无保留的传达到观众们眼里，观众能听进去也挺好。这天时地利人和真的是。那你喜欢做大人还是小孩？都喜欢。淘汰了之后最想做什么事情？喝酒。会休半年吧，感谢我自个儿，我还能挺到这一轮已经不容易了。大家好，我是孟川，完了我要歇一歇，带着我的专场去线下见你们。雪冰，我也没啥遗憾，其实挺开心嘛，能来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我感谢一下吧，感谢舒恒跟小齐给我的推荐给了伟大爷。然后我觉得真挺好的，已经走到第4轮了，没有任何的遗憾吧，因为素材确实不多了啊，就是一个手可能不太够了，你知道吗？然后也感谢我身边很多的朋友的帮助吧，然后今年真的收获了很多，然后最重要是见到了罗老师，感谢，我会继续努力，期待明年再见，加油！我其实来之前就有预感，就是今年可能
要淘汰了，我其实就想体面点离开，还挺好的，挺开心。今年我能不能减肥成功？嘿，韩大狗，问题不大。大家好，我是雪冰，今年第一次参加节目的新人，我接下来继续努力，争取让你们看到我更多的作品。感谢大家的喜爱，谢谢。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节目，然后我讲脱口秀时间也不太长，所以我感觉特别幸运，一路碰到很多贵人。我觉得，首先就是基业帮我推荐来的这个节目，然后包括块儿哥，包括志胜哥在深圳，我最开始讲的时候一直支持我，一直去鼓励我去继续往前走。所以我觉得路上碰到很多很善良、很好的人，然后包括这次来这次节目，我感觉很多朋友，我之前都是在电视上看，然后在线下能跟他们一起同台讲，能跟他们一起聊段子，我觉得是我的荣幸，很幸运啊。然后感谢脱口秀，感谢一下。哦，我那个特别开心今年，然后特别感谢我的真人秀导演Sunday，然后内容导演思彤，还有很多编剧朋友们，还有我的演员好朋友们，还有我的室友川池，有点官方了然后今天是周日嘛，明天是周一，然后我跟侯志源明天又要去上班了。哎呀，今年夏天的喜剧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结束了，但是喜剧没有嘛，就是我们的节目结束了，然后之后希望回来的时候会是更好的自己吧。第一期节目播了嘛，我领导又问我说能不能要张绍刚老师的签名。Seven 我已经签好了。谢谢张老师，谢谢张老师，谢谢你们领导。谢谢。我没有，对不起，我倒数第3，我倒数第1，我们是废物，我一点也不幽默。整体是非常满意的，对，就是整体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夏天的一个很独特的体验。我俩过去2个赛段可以说就是每天，我跟他说话比跟我就是领导、同事、任何朋友说话说的都勤。过去2周，我每次睡前马上就要睡了，他那一个段又发过来了，你说我回还是不回啊？因为得上班，我们真的是3点多才睡，第2天早上8点又起来了。对，真的是拼尽全力的倒数第1和倒数第3。我叫他代替领导，因为他的指令一般就是把这个东西弄成那个样子。伯乐不常有，但跟我同年毕业的千里马有1000多万匹。你们坐13号线去张江，地铁车厢里有一半人长我这样，都是来当狗的，怎么你就非得问我的品种？职场脱口秀到第4轮已经结束了，职场脱口秀淘汰大板。我希望你明年带着1个专场的储备来比赛。这个压力也太大了。我希望你明年也是，更好的绽放吧，有你独立的一个形象，不要再扮演谁，不要再像侯志源了，像谁？你是一个很独特的个体。然后，那你们淘汰之后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睡觉。辛辛苦苦来比赛，结果整个双淘汰，看上去是很失败，其实结果也不赖。节目要是明年还在，咱俩再来赛一赛，豪迈。树上骑个猴，第4轮后踩。树上骑个猴，我干啥？我是猴。对，我是骑，我是骑。对。我觉得我这次能回来比，感觉我的夏天就已经完整了，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啊。然后还有二哥想跟大老师要一张签名照二哥啊，对他走了。他走了，他走的时候交代我，然后好嘞，行，我一定改，哎。我之前都觉得被爱是要有前提的嘛。志胜他一直在开导我要放松，喝醉了给我打电话说反复重复一句话：你值得被人无条件喜欢。然后他今年也是按照这个准则在做，我很对我启发挺大的。我可以无条件被人喜欢吗？不辣的笑是笑，行，希望被观众认可吧。
大家好，我是邱瑞，明年再见。大刀。对，什么是脱口秀？什么是脱口秀？就是什么是脱口秀？我不知道，我就是经常这样问。什么是安全？你知道就行。什么是什么是安全？你要知道。什么是？对，你知道就是什么是脱口秀，就是什么是 stand up comedy， 我不知道。但是你问的时候，你就会有答案，对吧？就是有人会说你不行，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但是我就是总在得到答案，但是我又会否定答案。所有别人告诉我的，所有我告诉我自己的，我就会说这是真的吗？真的是这样的吗？我想谢谢很多人，可是我怕我说不全，就是因为就是思维混乱。我想谢谢我不止喜剧的所有伙伴。我一直以为也许我知道边界哪儿呢，也许我知道，但是我真的知道边界在哪儿吗？但是当我就是又醒来又拉开窗帘，我又上台一次的时候，也许那个边界就被拓宽了。我想，哦，原来喜剧可以是这样的，喜剧真的可以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也许它可以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大刀，刀子，刀。昨天后期采访的时候，我的真人秀导演说：“你觉得未知是什么？你觉得未知是什么？未知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说：“哎，也许未知就是对生命的肯定。”我说：“未知是对生命的肯定，你永远不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今天发生什么，明天会发生，后天你也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但是你就是这样活着，活着很好，对吧？所有的这个夏天的梦太美好了。我就是谢谢所有的一切，谢谢你们，谢谢你，真好，谢谢大刀，真的很好，大刀。”我觉得脱口秀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形式。如果大家只是纯粹的看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但不是有好多人都这么干吗？也太无聊了。一只灵活的母猎豹，我想要歇斯底里。我很难说他的不适应是个好事儿还是坏事，因为有时候适应代表你失去了特色，有时候不适应代表你还有棱角。你用那个花圈衫跳舞，这条路只有他在尝试，就是我定义这条路该怎么去走。大刀就是很先锋，很有个性啊，他可能以后真的会是某一种风格的第一人。大刀后边离开的感言一直在说脱口秀是什么，脱口秀是，说明他还是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希望大刀最终能找到他的理想，但是就算最终找不到，在寻找理想的路上，本身这就是非常好的过程，因为梦一旦实现了，它就醒了。寻梦的过程才是最棒的过程。希望我们大刀在寻梦的过程之中，一直可以在这个梦里做他自己，做他想做的梦。就是比如说冰山美人，画圈老头是脱口秀吗？他是吗？不知道。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取决于标准，对吧？那标准又是什么呢？谁说了算？单口喜剧本来就是要质疑权威的，不应该存在一个权威的标准，对吧？找遍整座城市都没有。有段时间我听这首歌就直接哭，我说天哪，我也找不到我的滑板鞋。外面下雨了，上海，湿润的上海。脱口秀，我也希望我快点明白。那个是生日蛋糕。谢谢。让脱口秀之神告诉你什么是脱口秀。会去昆明找你的，你来上海也要找我呀。我们要谢谢所有除了今天发表了感言的，还有之前离开这个舞台的，还有想要大老师签名专门托邱瑞的二哥等等。二哥，谢谢二哥。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们在这个夏天，在这个舞台上贡献的每一分钟，因为你们带给我们的快乐，我们全都记得了。支持他们最好的方式，各位去看他们的线下演出。对，而且还有巡演要开始了。去看他们的巡演啊，在线下演出和巡演里面看到更丰富、更优秀、更全面、更完整的中国的脱口秀演员们。希望我们明年夏天再见，好不好？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谢谢你们。
位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第4赛段临门一嘴赛到这里就全部都结束了。美团闪购神速晋级快人一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半决赛晋级名单。恭喜所有的晋级演员成功进入到半决赛，也恭喜你们成为本赛季的年度18强。期待你们在半决赛有更精彩的表现。想来现场体验线下脱口秀演出的快乐吗？微信搜一搜效果，关注效果官方公众号小程序，超多演出等你来看。新一轮的脱友全国巡演即将启动，打开效果小程序，关注你喜爱的演员，并许愿想看城市，朋友就有可能来到你的身边。比赛仍然在继续，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半决赛见。新的愿望就是希望接下来我还是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吧。我的愿望是今晚找到一家好吃的餐厅。现在又到体检季了，最大的希望就是往年的一些异常的指标会往下降一些，这个是真心实意的最大的愿望。大受欢迎，还清房贷，一统江湖。世界和平，只有大家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我们才会有机会给大家带来快乐。希望以后的日子都是晴天。明天无论结果如何，我希望我能特别开心。想保持自由活下去的状态，就是希望自己以后不要变成那种人见人烦的那种老登、中登。我想要做很多喜欢的、认可的好的东西和作品。写好段子。今天继续写稿，期待有所突破。希望每个见到我的人都能幸福，不见到我的人也可以更幸福，都能幸福。希望大家就是一切都好吧，身体健康啊，然后每天开开心心的。还有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他可能吃饭呢，搁这儿看小胖子唧唧歪歪说什么呢？祝福您。哎，你这新车真好看，能带我参观一下吗？可以啊，上车吧。哇，这车内空间也太大了吧？还好吧，可大只有啊。有点累了，咱下车吧。行，走吧。哎，这车真行啊！那当然，极狐汽车第一，大容量随心开，想去哪嗨去哪嗨。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快乐不止一点点的下一代购物方式，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边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宝宝内外强护，未来自会闪耀。感谢守护宝宝闪耀成长的 A2 紫药 HMO 婴幼儿奶粉赞助播出。大容量随心开，想去哪儿嗨就去哪儿嗨。感谢大空间的极狐 T1 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就要吃乐事，分享美味，快乐加倍。感谢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来到激动人心的半决赛。这18位选手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风格，组成了脱口秀的6扇门。首先打开的第1扇门，嗓门、笑门、热门、歌门、家门、穷门、
化神奇为力量，我觉得太棒了。我老了以后绝对不给老头们包饺子。欢迎大家来到《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第2季。大家可以评价一下，我今天的表演。我以为我要被你打死了，大家都喊黑幕呢，这都觉得260都高了。小四爷问我说：“你猜有多少票？”我说290吧，满290减30了。因为今天是夏日纳凉特辑，咱就聊聊一些降温的话题。已经很冷了，有没有特别害怕的东西？我巨怕鬼，我特别怕鬼。像块哥这种捣蛋鬼，你害怕？那就像广智那种穷鬼，你害怕吗？已经很凉快了。没有，我比较怕蛇什么这种冷血动物。不是，太吓人了。没事，我在呢啊。没事，不是光子，我这个不一样，有一种大道至简的恐怖。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游戏环节，狼人杀的游戏啊。说那个狼人请睁眼的时候，说2遍，这名狼人眼睛不大。你有点针对了啊，有点针对了。别投智商嘛，让他睁眼看世界吧。我找到他逻辑漏洞了，他是预言家。他只能知道他是坏人，他不能知道他是狼人。坏人就是狼人。欢迎来到遇见他们，这是一场我和脱口秀女演员们的走心畅谈。我发现每个人的成长岁月都是一段特别兵荒马乱的日子，磕磕绊绊的成长。他们一直害怕我，自视过高，怕我骄傲。你以后要留在家里，你不留在家里的话，我就放炮炸死我自己。我们因为太荒诞，对不起，让我们消化一下。难被共情的隐痛，有些事情可能是我想做，我再努力，但由于某种先天条件，你做不了。你陪我去吃个饭，我说我很累，还要写稿子，就是你已经说出来你的想法，不没有用，你一定要按照我的去做，就是你从来没让我满意过。然后我爆发了之后，把碗摔了一下，我意识到完蛋，你在干什么？你什么态？我就跪下来，对不起，我错了，行吗？我错了。那是不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这么破碎的成为一个北大学生，优秀的人？北大的肯定没有错呀。对，北大怎么会有错呢？如果今天穿越回到当时，我知道以后发生的一切，我有勇气退学吗？我好像还是没有。不管你有多少工作技能，都不如一个编制来的可靠。哭笑不得的回忆。我有风情的同时，我也能够成功独立，是不是最好？我一直觉得我妈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她都这么大了，你还抱着她，你让她自己走，我妈就会说再抱2年吧，再抱2年就抱不动了。我的钥匙落在屋里了，我自己是爬了15楼，从窗外爬。当时我也是就是观察了的，不是观察的问题好吗？搞笑女的进化论，喜剧对你们来说是把你们从特别沉重混乱当中给拎了出来。某种程度是救赎吗？我观众还有这个舞台都是在相互治愈的。你觉得你不优秀不好看吗？我现在觉得挺优秀的。对丑的那个角色定义永远是胖，我非常生气，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你必须得是端庄的、漂亮的、精致的。女孩有喜感、幽默，很可爱，很性感。我可以以我真实的样子让大家看到。这个样子身上是有可以笑的部分的，而不是说我在这个年龄这个我只能去扮演那个漂亮的、精致的、端庄的那个女孩。不开玩笑，美团闪购马上就到，感谢30分钟好货到手的美团闪购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让生活更开心。感谢国民白酒老村长特约赞助播出。96倍乳黄金续航母源自护力，感谢 A2 紫药 HMO 奶粉赞助播出。大容量随心开，想去哪儿嗨就去哪儿嗨，感谢大空间的极狐汽车 T1 赞助播出。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感谢随时随地帮你 call back 好状态的脉动行业赞助播出。聊天吃乐事，分享更快乐，本节目由片片薄脆乐事不停的乐事赞助播出。真好笑，真有机，本节目由3方认证真有机的海天有机赞助播出。新一轮脱友全国巡演已正式开启，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参与许愿活动，朋友们就有可能来到你身边。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2季每周5、周6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1周，衍生节目朋友们和他的脱口秀每周1、12点更新，遇见他们每周2、12点更新 ，SVIP 抢先看1天，还有超多幕后视频不定期掉落，记得准时追更哦。
点阳光，阳光我就灿烂，给个破框，哎，我就能下蛋。给我头大蒜，大蒜就能下饭，谁都拦不住我，都我自己玩。给我一个木马，我就开始旋转，给我一个猪圈，我就开始撒欢。给我一顿臭马屁头有概念，哎，我反弹反弹反弹，哎，我反弹。天生就是自来嗨，原因留给别人猜，管他该来不该来，心不菜就不该打不败。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新浪新闻、腾讯新闻、腾讯娱乐、玉立城传媒、寇儿小姐、王半仙、Miss 汉谟拉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给我的颜色，我偏不看，给包鲜艳。